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。那最近在网络上有很多的讨论关于加沙目前碰到的饥荒的问题，那所以我也想要在这部影片里面来跟大家做一些的讨论。那首先就是加沙的饥荒问题会遭到大家很多的关注，主要就是因为在国际媒体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饥饿的儿童的照片。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媒体的资讯战，它是一个非常不对称的资讯。我们很多得到的资讯呢，都是从哈马斯那边得到的。但是哈马斯是什么？它的本质就是一个操弄媒体的恐怖组织。有很多这些儿童是天生有先天疾病的。那最近流传出来那个5岁的小男孩，他其实人已经是在意大利接受治疗，但是美国的媒体、各大媒体都已经使用那样的照片，好像就已经让世界贴以色列一个标签，就是没有物资进入到加沙，加沙现在正在面临严重的饥荒，然后你看孩子这么的饥饿。那当然，这样子的照片，不管是谁看了，都会觉得很心疼。一个孩子，他是无辜的一个个体，为什么要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摧残？但是同时呢，影片又传出来，你可以看得到哈马斯恐怖分子他们的体格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，他们甚至还可以夸耀说：“我们这里没有物资的短缺，拿香蕉啊，拿野枣啊。”所以我认真的去查了一下资料，从2023年10月7号到现在以来，以色列跟加沙的边境现在是在打仗的状态哦，但是以色列还是核准了接近190万吨卡车的物资进到加沙。那所以现在问题是什么？加沙到底有没有饥荒？应该是说加沙它确实有物资短缺，因为现在在打仗。可是它的最大问题是，这些物资，即便你进到了加沙，它没有办法有效的到真正需要的人的手里，反而是落到哈马斯的手里，拿去黑市去转卖。那物质方面是一部分，另一部分是在精神上面。哈马斯是从小就去控制这些孩子，灌输这些孩子一些错误的观念，像是圣战是光荣的，杀害犹太人是我们存在的目的，我们要抵抗，我们是巴勒斯坦人等等。所以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加沙人民起来去对抗哈马斯。去年好像有看到1次这样的新闻，但仅此而已。那以色列的人质他们在加沙的时候，不是在隧道里面，就是在所谓加沙平民的家里面。我们当然不会说所有加沙的平民都是一样的，都是邪恶，都是跟哈马斯一起工作的。但是对以色列来讲，这真的是很困难。他要怎么样去分辨谁是真正的平民，谁又是他的敌人？那讲到隧道，最近传出来的影片，我相信台湾的媒体有报道，所以大家应该也有看到那个受苦如柴的 Abiatar。我必须出来为他说话的原因，是因为那个场景真的是太像纳粹当年怎么样子对待犹太人。很多人在网络上就会很轻松的说啊，现在犹太人对加沙人做的事情，就像是当年纳粹对犹太人做的一样，没有一样。当时欧洲的犹太人口大概有1000万。纳粹屠杀了接近2/3的人口，600万的人。那加沙的人口在2005年的时候是大概150万，现在2025年大概有225万，这个数字不减反增。所以如果任何的指控针对以色列说以色列在进行种族屠杀，那就非常的奇怪。因为如果一个国家要对一个族群进行种族屠杀，为什么数字会增加而不是减少？那为什么我会举例2005年呢？因为以色列它在1967年的时候从埃及的手中，因为6日战争打赢的关系，他从埃及的手中拿回了加沙这块土地，从来就没有一个巴勒斯坦国在加沙这个地方。以色列一直到2005年，它都有以色列定居者住在那个地方，但是2005年的时候，以色列他决定。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安全，所以他从加沙撤离。听起来很奇怪，你为了你的安全，你为什么会撤离？那当时这里，以色列有很多的争论，有认同这样政策的，也有反对的。但那个时候，以色列就把刚盖好的温室啊，因为加沙那块土地可以做花卉的出口，以色列就这样子给加沙人，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利用这些东西。可是反而加沙
没有成为新加坡，而成为了恐怖分子哈马斯的一个温床。所以在这场饥荒的人道危机里面，哈马斯它是最大的元凶。因为哈马斯他在10月7号向以色列发生了这样子的战争，以色列他回应并不是因为要土地，如果以色列要土地的话，2005年的时候他就不需要退出了。以色列他必须要救回他的人质。我相信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做以色列现在在做的事情，你会为你国家的一份子努力，你会想尽办法把他救回来。当你看到这样子的影片，一个应该是70几公斤的成年男子，瘦到可能只有30几公斤，瘦到就像是在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，你不可能坐视不管。那当然，在以色列内部的舆论，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想法，这就是以色列的样子。那也有人会觉得说，我们现在答应哈马斯任何的条件，把我们的人质要回来，然后之后再怎么样再说。这个也是为什么停火协议还有可能谈的原因，只是为什么没有谈成？因为人质是哈马斯他最后的筹码，他会开很多不合理的要求。我们当然不会有他的细节，但是用想的也知道，哈马斯他不愿意放人，因为放人以后，他这个任何的筹码就都没有了。那大家要知道，哈马斯他在乎的从来就不是人民，这也是为什么他可以把隧道的入口盖在学校、盖在幼稚园、盖在医院底下，目的就是要栽赃以色列。当以色列他去要攻击这些地方的时候，很快就可以被媒体贴上标签说炸学校、炸幼稚园等等的。可是为什么媒体双标，没有去谴责哈马斯向他加沙的平民做这样的事情？为什么当加沙的人民被哈马斯当人肉对排的时候，媒体没有出来谴责呢？当哈马斯偷了加沙人民的食物的时候，为什么媒体没有出来谴责呢？2023年10月7号到现在，以色列已经核准放入了190万公吨的物资，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。网络上也有流传出影片，就是哈马斯直接去拦截联合国救助的物资。那有多少的物资是被哈马斯藏到他们的地下隧道里面？盖这些地下隧道也是要资金，这些资金是本来可以拿来盖学校、盖医院、盖防空洞，但这些资金、这些加沙孩子的未来全部都被哈马斯偷走了。国际媒体的谴责在哪里？那以色列它持续这场战争，是因为，我们大部分的人如果不想要看以哈战争，我们关掉新闻就没事了。可是加沙就在以色列旁边，这个土地是连在一起，而且他的人质都还在那里。对以色列人来说，这是他的全部，这是他的生活；对我们来说，这就只是新闻。那最后就是作为台湾人，我代表我的立场，我会说，如果今天有任何的战争，我会希望是以色列站在我们这一边，而不是哈马斯。那我们当然要去关心加沙人民的苦难，我们也要去关心以色列人质现在的境况。那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必须要指名道姓来说，这一切的凶手就是在10月7号发动战争的哈马斯。如果没有恐怖主义的话，这一切的战争都不会发生。不要忘了10月7号的时候，哈马斯屠杀了1200多个以色列的平民。也不要忘了小妮露这个女生是怎么样子的被拖在吉普车上面，被凌辱以后，尸体还被拖回加沙去。然后也不要忘了 Hirsch， 他手都断掉了，在隧道里面都没有得到他的医疗，然后最后在辛劳尔要逃跑之前就把他处决了。哈马斯他在隧道里面虐待、处决，还有性骚扰了这么多的人。哈马斯可以选择不要有10月7号的战争，哈马斯可以选择给加沙人民盖防空洞，给他们盖医院和学校。哈马斯也可以选择不要让加沙的人民挨饿，哈马斯也可以选择释放以色列的人质，结束这一场战争。但这一切哈马斯他都不愿意做，但是国际的谴责在哪里？所以请大家帮我分享这个影片，让更多人能够知道以哈战争的真相，以及知道哈马斯才是这一切的凶手。